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 嗨，大家早安，我是乐吃够日本的福米，我是 Yui， 早安，我是明明。哇，又到了1年1度的这个紅葉季。那說到紅葉呢，尤其是關西這邊非常熱門嘛，大家可能會想到像是京都啊、清水寺、嵐山那些非常古色古香的景點，對吧？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實大阪這邊呢也有很多紅葉好看的景點，而且人潮還比京都還要來得少哦。沒錯，那我們這一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大阪必去的紅葉景點，像是我們第一站來到北邊姬面這邊的勝尾寺，也是近年來超有人氣的景點。那接下來我們會一路開車往南下，最遠會到堺市那邊，也有一個秘密景點想要跟大家分享。大阪這邊紅葉最佳觀賞期是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所以大家可以參考哦。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趕快出發！馬上出發！喜歡日本旅遊、愛吃日本美食、想看觀光列車與四季美景，快訂閱我們！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才不會錯過新影片。在近年爆紅的勝尾寺，以滿坑滿谷的達摩聞名。除此之外，這裡還是超推薦的賞楓景點。達摩也就是俗稱的不倒翁，象徵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同時也有祈求目標達成、勝利的含義在，也是勝尾寺最具代表性的風景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些達摩呢，它的左右2隻眼睛都是已經畫好的，其實就是已經達成願望的達摩就會被寺廟方可以放到這整面牆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整面拍起來就是非常充滿希望，都是一些成功的案例在這裡，對，非常壯觀，然後一定要來這邊打卡拍照。我剛剛發現啊，這邊不是剛剛說是成功案例嘛？其中有一尊上面是眼睛，一邊是愛心，一邊是錢，真的很厲害耶，真的是愛情事業兩得意。好好哦。對，我羨慕。好羨慕哦。對，我也要去畫一個。大家可以看到勝尾寺真的是非常的香火鼎盛。那這個勝尾寺呢，它據說是創建於平安時代，當時的第6代住持呢，曾經幫重病的天王祈願，那效果非常非常的顯著，所以天王就賜了Katsuoji勝王寺這個有很棒寓意的名字給這一座寺廟。但後來呢，寺廟方因為覺得承受不起這個王這個字，所以呢就改成日文發音相同讀音的勝尾寺，一樣念作Katsuoji。這個勝尾寺呢，它其實象徵了非常多好的寓意，不管是你要考試啊，或是比賽，或是你想要祈求身體健康、消災解厄，都可以來這邊參拜。那另外這邊這個勝利的勝啊，其實是象徵着戰勝自己，而不是為了打敗別人。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信念也非常的好，可以感受到這邊真的是滿滿的正能量。Yui，聽說這邊的籤也很酷，要不要來去抽？當然要買啦！而且呢，它這邊的那個籤啊，其實是叫做64籤，然後也就是1年你只能抽1次，而且它沒有吉凶之分，自由詮釋。對，就是讓你自由自己解籤這樣子。那我們馬上就來去買一個看看。好，排隊去。哇，你看，哇，這大大小小的都有，有一個超大只的哎，哇！你看一下多少錢？那個大概這麼大，20萬，我們買那個20萬啊，對，真的20萬哎，15萬。我覺得我們破40萬訂閱的時候，就可以來買一個最大只20萬的，然後許願破100萬訂閱。這個願望，對啊，一定會實現的，我相信達摩會幫我們。這個小只的達摩，它就是64籤，它的屁股上面就是有這個籤，好可愛哦。對啊，還有勝尾寺，抽出來看一下，來看一下我的運勢。對，現在應該是可以看2026年了吧？對，應該可以看明年的了。來，我來幫你拍一下。哦，哇！大家可以看到，就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沒有分吉凶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解籤，然後下面這個 QR code 可以掃一下，它還可以手機幫你解籤，還蠻現代化的，啊、很高科技耶。誠心誠意就可以得到好運的感覺。那接下來我們來畫這個達摩。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畫這個達摩的話呢，其實也不用擔心，因為它這邊非常貼心的有提供一個教學，而且呢是中文、英文版都有。那還有附上这個麥克筆，可以讓你直接在這邊現場使用。那它的畫法呢，就是你先選一個有緣的達摩，然後在背後寫上你的願望之後呢，再幫他點上右眼，就是許下你的願望。那等到願望實現的話呢，就可以再把它畫上左眼，然後再把它供奉到剛剛的達摩牆那邊。那就馬上來寫吧。没想到這裡面還可以看到台灣，太可愛了吧！聽說呢，原本只有外框而已，但是呢，因為就是大家非常踴躍，就把它排成台灣的形狀跟這個字，好感動哦，眼淚快掉下來了。好，接下来下一站我們來到就是在箕面市的箕面大瀑布。那它呢其實是被選為是關西這個瀑布百景之一。那下面的這個河流兩旁呢就種滿了這個楓樹。據說呢，在這個最佳觀賞期的時候呢，兩邊全部都是紅色的，就非常壯觀。但今天比較可惜一點點，目前目測差不多50%左右。所以很期待它到之後最佳觀賞期的時候，到底可以有多漂亮。那這個箕面瀑布呢，它其實位於勝尾寺跟箕面公園的中間。剛剛我們就是一早先去勝尾寺，然後再開下來到箕面瀑布這邊，等等再一路沿着這個溪流，然後欣賞紅葉散步到箕面公園，我覺得也超有氣氛的。我覺得瀑布這附近比想象中還要熱鬧哎，真的，因為它有很多這種賣小吃的小店鋪，然後像是烤魚啊、烤團子等等都有。我們剛剛就選了這一家食堂美之茂，然後它門口就販賣超多各式各樣的美食，忍不住就大爆買一波。我點的是這個蛋形蒟蒻，感覺很 Q。那我點的是這個，它叫做筷子卷哈西馬基。那我點的呢就是秋冬不能少的おでん關東煮，熱騰腾的。いただきます。はい、いただきます。筷子卷它就是有點像是大阪燒的那個麵糊，包滿了漬物，然後上面還有一整顆的這個生蛋半熟蛋，味道真的很關西。好，我剛剛這個也是每個煮都非常爛，所以我覺得很適合長輩來吃，因為咬下去入口即化，這些食材的這些甜味都煮到湯裡面去了，而且呢，剛剛我還看到它有螃蟹在裡面，我在泡湯，難怪吃起來有這個螃蟹味，非常值得。然後呢，這個地方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名產，就是這個炸楓葉天婦羅。好，那我們趕快來請學長試試看看嘍。我其實沒有吃過，你有吃過嗎？沒有啊，楓葉可以吃嗎？樹葉吃起來不知道是不是苦的哎。對，樹葉有專攻。聞到有先後。聞聞看。天哪，它長得就是完全一個楓葉樣哎，好脆哦。它的葉子本身其實沒有什麼味道，但是可能有加一些楓糖或焦糖之類的，就是微微甜甜的。但是就是來這邊賞楓，吃一下楓葉，其實也蠻應景的。我覺得這個當小點心很不錯。那這家店的店名呢叫做山之茶屋，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可以買來吃吃看。那我們剛剛走下來啊，它其實距離車站大約2.7公里左右，所以呢，我們早上其實是先開車到勝尾寺嘛，那再一路走下來，慢慢散步到車站這邊。但是呢，我發現其實大家如果是沒有自駕的話，也可以直接搭車到這個阪急箕面站，那再徒步上去，其實也是可以到達瀑布的，推薦給大家嘍。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哦。好，
好，在這個萬博紀念公園裡面呢，可以賞到紅葉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那除了我們剛剛一進來之後的這個招牌太陽之塔的前面之外呢，接下來我們就要往西邊走。這邊有一個這個紅葉的池，紅葉溪跟這個西大路兩旁有非常漂亮的紅葉。然後呢，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在這個日式庭園這邊，日本庭園這邊呢也是可以看到這種傳統的庭園，加上紅葉也是非常漂亮。好，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去看一下今天的狀況如何。那个你不觉得那个很漂亮嗎？就是那個公車站，哪有你漂亮？卡掉！哇，學長在後面這一片是楓葉嗎？也太紅了吧！很漂亮吧？非常的紅。那其實呢，我們這次來，像日本說賞紅葉呢，其實並不僅止於講說這種楓葉，其實是包括像這個楓樹啊、漆樹以及這個銀杏啊，其實在日文裡面都算是紅葉的一種。哦，今天補充了這個紅葉小知識。哇，真的好漂亮！太美了吧！尤其是這種陽光灑下來的感覺。我们刚刚在萬博紀念公園裡面逛了一圈，發現真的佔地超大，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這邊其實沒有太多觀光客，所以呢隨手就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紅葉。那現在我們慢慢走到西大路這邊，這邊的紅葉品種是這種超級大片的，它叫做普拉塔納斯，不知道中文是什麼。可是呢，可以看到地上真的是每一片都超大比臉還要大的這個 size。一整排拍過去超級漂亮。那現在因為是紅葉的季節啊，所以沿路還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看板，就是可以玩一些互動的找紅葉的小遊戲，我覺得也蠻有趣。很清幽哎，我如果住大阪的話，一定要每天來這邊野餐。哇！然後你看兩邊還有那個小溪，可以把葉子這樣子放進來，好浪漫哦！最愛秋天了。他們兩個在比賽。好，我們剛剛從西大路那邊走過來之後呢，到這個地方叫做日本庭園，然後走進來之後真的是非常精緻，就是很經典的那種日本庭園造景。那在這邊呢，也有擠出這個非常紅、血紅色一般的這個紅葉，我覺得也非常漂亮。尤其是它有這個小露台，可以讓你坐在這邊欣賞，我覺得真的超美的，真的很有那種日式禪意的感覺。對，我覺得長輩應該也會很喜歡在這邊。傍晚，我們來到大阪堺市的大仙公園。那這個大仙公園，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秘境的賞楓景點。雖然這一次我們來的時候，大概看到紅葉才紅了30%左右，可是呢，其實我們這一次是為了身後的這個新設施而來的，就是這個現在不斷正在升高的熱氣球。那這個熱氣球呢，是在今年2025年的10月才開幕的一個新設施，讓你可以浮到半空中，然後從高處往下俯瞰整個大阪市區。那同時呢，大仙公園的附近，因為還有一個很知名的世界遺產的景點，就是這邊的百蛇鳥古墳。那百蛇鳥古墳呢，它其實也就是仁德天皇的御墳陵，在空中的話，就可以很清楚的往下看到它獨特的鎖的造型。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對日本的歷史文化有興趣，那剛好又在楓葉季前來的話，就可以登上他們這個新的熱氣球，然後從高處欣賞整個大阪美麗的風光。好，那這一次呢，很開心可以在秋天來到大阪，幫大家走訪了幾個我覺得超棒的紅葉景點。從大阪北邊的姬面一路玩到大阪南邊的堺市，每一個景點都有各自的特色。
而且呢，重點是沒有那麼多觀光客。沒錯，雖然這些點呢稍微離比較遠一些，但是呢，如果能夠自駕的話呢，就沒有問題哦。那最後再提醒大家，賞紅葉最重要的就是什麼呢？就是要做好事前的功課。所以呢，大家就要上我們的樂視購日本的網站，然後上面就有最新的目前的紅葉狀況，然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好，那接下來呢，我們還預計會前往九州的福岡，還有在東京都內賞銀杏，所以呢，大家也千萬不要錯過接下來的精彩影片哦。那我們就下期再見。拜拜，優一，拜拜。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長。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遊相關資訊，記得訂閱吉田社長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們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太美了吧！還好有來這個景點呢，聽說是當地人的私房秘境，叫做服部綠地。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搜尋看看哦。那大家喜歡我們這次的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下期見，拜拜。